魏婴，待你父母归来，我便请求他们将你交给我，可好？蓝忘机挥手，一道光芒驱散了还在疯狂攻击温潮的族群，顺便把他冻在水中，然后握紧魏无羡的肩膀，让他看着自己。魏无羡瞪大了眼，蓝二哥哥，你的意思是？蓝忘机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还是道，我心悦你，想与你成婚。虽说还有200年的时光，但他愿意等。啊呀呀呀啊呀！魏无羡开心的不得了，轻轻一蹦就跳到蓝忘机的身上，双腿缠住他的腰，紧紧搂住蓝忘机的脖颈，小鸡啄米似的在蓝忘机的脸上留下无数个吻。太好了，我答应你。蓝忘机一时也被他的开心感染了，小心抱着魏无羡转了个圈，然后他就看到不远处目瞪口呆的自家父亲和魏长泽，还有激动的差点抱在一起的自家母亲和藏色。蓝忘机艰难地开口，父亲，母亲，魏前辈，藏色前辈。魏无羡是背对着那群人的，听到这话搂着蓝忘机眨眨眼，突然也不好意思地把头埋进了蓝忘机的头发里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个突兀的声音将这尴尬的场面打破，温竹流也看到这个情景，顿时也一噎，随即他第一个发现了在溪水里的大冰块，正是他正在寻找的自家二少温潮。温潮看到温竹流来了，立刻激动地在冰里呜呜地出声，想要求救。温竹流也算是保护这位二少多年，虽然看不惯他的行事，可温若寒也没有真的想要将自己的儿子弄死，他当然也不希望温潮真的死在他面前。青衡神君，温竹流没有再去看那对刚刚抱在一起的人，而是转身朝青衡君行了个礼。青衡君见魏无羡已经从蓝忘机身上下来，乖巧地站在一边，这才开口，忘机。蓝忘机这才解了法术，可温潮被冻了很久，身上又有伤，一时间也起不来身，还是温竹流把他扶起来，背在背上，多谢。魏无羡冷哼一声，希望你们把他关起来的时候封住他的嘴，若是不会可以来云深不知处，让蓝家人辛苦用禁言术帮帮你们，免得他再说什么不该说的，把自己的命给说掉了。温潮狠狠地看向魏无羡，似乎又要说什么话，还未出声，就觉得上下嘴唇死死地粘在了一起，怎么努力都分不开，吓得他惊恐万状。温竹流顿了顿脚步，也并未质问什么，直接把温潮带走，消失在这一方树林中。魏无羡一愣，突然意识到什么，转头去看身边的人，蓝湛，你不会是……蓝忘机拉着魏无羡的手道，不是说要用禁言术啊？这就是禁言术啊，真有意思。蓝湛你真好，我随便说说搭你居然就真的听我的，我更想跟你快点成亲了。魏无羡挽着蓝忘机把他带到父母面前。魏长则忍不住道，阿英，你还有200年才可成亲，不可如此草率。他还没说完就被自家夫人拉了袖子狠狠瞪了一眼，于是便不说话了。藏色看着这么一双登对的孩子，笑得眉眼都弯弯的，哟阿英，这么快就想清楚啦？魏无羡拼命点头，我对蓝湛就是那种感情，所以龙鳞我送的还是对的。蓝湛也把他的墨额给我了，所以我们是两情相悦。是吗？阿湛把墨额都给你了？旁边一位穿着浅蓝色长裙的神仙妃子一样的女子，缓步走到魏无羡面前，欣喜地上下打量着他，你叫阿英是吗？你今年才300岁。魏无羡望着他那双和蓝忘机极为相似的浅色瞳眸，加上刚刚蓝忘机的称呼，立刻站直了身体，非常有礼貌地开口，我是魏婴，青衡夫人您好。您长得和蓝湛一样好看，我一见特别喜欢您，希望您也能喜欢我。青衡夫人笑了，她原本就极美，这么一笑更是风华万千，温柔似水。她与藏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美人，藏色与魏无羡性子相近，而青衡夫人平时看着很是冷淡，像个冰美人，但面对自己的亲友倒是十分温柔和煦。倒是青衡君的样貌与蓝氏兄弟更加相近，魏无羡觉得他的笑容非常像蓝曦臣，顿时觉得更加亲切。这么一看，魏无羡刚刚的紧张之感一下去了许多，还偷偷跟蓝忘机抛了个媚眼。藏色，原来你教出这么好的孩子，我也就在他出生时见过，一转眼就这么大了，还与阿湛在一起。青衡夫人有些感慨，我们家阿湛是我最担心的了，小时候逗他，他也不愿意笑一笑，可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，
只是性子冷了些，怕他以后遇到喜欢的人也不知道表达。清恒君也笑道：阿英的性子一看就很活泼，难得阿战也喜欢，想来也是天定姻缘，夫人也能放心了。清恒夫人开心的都喜极而泣，忍不住拭了拭眼角的泪花。三个人都很开心。魏无羡察觉到只有自家爹爹似乎还板着脸，不太高兴的模样。虽然平时魏长泽也挺沉闷不爱说话，但魏无羡怎能不了解自家的爹爹呢？他还没开口，就发现蓝忘机已经走到自己父母面前，深深一礼：魏师叔、魏伯母，我心悦魏婴，愿护他一生一世，永不相弃。魏婴年龄尚小，我会一直等他籍贯之日，便来提亲。蓝忘机说得十分认真，而且这个礼行下去后也没有起身，而是在等待魏长泽与藏色的反应。魏无羡心急的去拉他，却并没有拉动。藏色怎会不知自己夫君的想法？虽然他对蓝忘机是1000-10000个满意，可是他也明白魏长泽的顾虑。魏无羡才认识蓝忘机这么短的时间，是该好好考察一番。不过蓝忘机现在的做法倒是让藏色彻底打消了这一层顾虑，这般为另一半考虑的孩子，他又怎么会怀疑他对魏无羡的心呢？魏长泽深吸了一口气后，上前把蓝忘机扶起来：忘机是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我早已听闻过韩光君之名，对你本人早已有敬佩之心，却没料到阿英会与你一处。阿英从小被我们娇惯，你们云深不知处，规矩极严，你的叔父应该不会很喜欢阿英的性子，我怕他去了云深会不习惯。藏色也想到了蓝启仁，那个老古板我怎么给忘了？年少时我还剃过他的胡子，他不会还记恨吧？要不为了阿英，我给他道个歉好了。清恒君摇摇头道：二弟不会如此的，你们放心，我去跟他说。云深不知处是该多些热闹，那些家规不守也没什么。蓝忘机也摸摸魏无羡的头道：是，魏婴想做什么都可，我陪着他。他知道魏无羡只是小打小闹，心里有分寸，要是真的不小心惹蓝启仁不高兴，他去赔罪就是。蓝启仁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那我们两家就这么说定了。藏色见魏长泽也同意了，便开始考虑起来。阿英还有200年籍贯，不如我们先定下婚约，这样我们两家来往也方便。清恒君道：好，我与二弟商量一番，择日便去夷陵下聘。魏长泽皱眉：为何不是我们去姑苏下聘？清恒君微笑道：阿英嫁入我们姑苏，自然是我们下聘啊。魏长泽坚决不同意。我们家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如何能嫁入姑苏？忘机来我们夷陵，我们定然会好好对他的。见两边僵持不下，藏色和清恒夫人把2个愣愣的孩子拉过来问：你们的意见呢？魏无羡眨眨眼：我们把蓝湛的床弄坏了，蓝大哥说会给我们弄一张很大的婚床，我想睡大床，夷陵家里的床太小了，好像不够你睡。蓝忘机红了耳根：魏婴，并不是床的问题，